Six Station 傾運動說故事講歷史，大家有冇諗過點解日本武道入面嘅柔道、空手道同埋弓道嘅道服都係以白色為主打，但係去到劍道就無論係道服、褂、成套護具，甚至每條楔摩都係藍色嘅呢？或者更準確咁講係靛藍色嘅呢？今日我哋會由劍道同藍色嘅關係出發，帶你穿越日本藍染嘅傳統，藍色喺世界嘅歷史故事。準備好未啊？出發！可能你會話剃刀或者衝劍道都有靛藍色嘅護具喎，但係整體嚟講呢，無論你係劍道嘅初學者定係有段者，着嘅衫同護具十居其九都係靛藍色。我肯定劍道喺日本武道入面係最常用靛藍色嘅一門。問題係點解呢？首先，劍道由武士文化演變而嚟，而武士日常活動嘅時候或者喺盔甲下面，多數都係着住藍染布嘅。原因有兩個。一係習俗，二係因為實用。以武士習俗嚟講，藍染係吉祥嘅代表，因為嗰隻藍色又可以稱為聖色 Kachiro。原來以前喺播磨喺藍染嘅過程入面，為咗令染色更加穩固，會將染好嘅布料以杵同埋扣反覆敲打，稱為倒染或者揭染。兩種寫法嘅讀音都係 Kachisome， 因為倒同聖同音，所以有人改稱為聖染。形成咗聖色 Kachiro 嘅寫法。據說當豐臣秀吉成為播磨領主嘅時候，就曾經以聖染布千卷獻俾織田信長作為賀禮。可見藍染布作為聖染而被視為吉祥之物，用嚟祈求勝利。原理就好似而家都有人為咗祈求比賽勝利而去食炸豬扒咁樣。係啦，講開現代，日本國家足球隊亦都係用藍色做代表，做個叫士青Samurai Blue 嘅花名，同樣有祈求勝利嘅意思。而叫得士青，都證實咗武士同藍色嘅文化淵源好深厚啦。如果大家 Google 一下 Victory Blue，就會發現唔同嘅油漆品牌都係指有呢隻近似於灰黑色嘅暗深藍色嘅。係咪好多藍色同勝利有關嘅習俗例子呢？至於藍染對武士有幾實用呢？第一，藍染布入面嘅靛藍成分可以抑制細菌生長，保持裝備嘅衛生，甚至喺身體受傷磨損嘅情況下，都相對冇咁容易發炎。相比容易發臭甚至滋生細菌嘅布料，藍染布就特別適合激烈同埋出汗多嘅劍道練習啦。第二，靛藍有驅蟲效果，適合戶外嘅用途。第三，靛藍同棉布好夾，棉布耐磨，吸汗力又強，頂得住長時間嘅劍道練習。所以唔單止武士，江戶時代嘅消防員都係着藍色衫嘅，可見藍染嘅實用之處。其實我哋而家着嘅牛仔褲，咪就係用靛藍染嘅咯，係咪好適合戶外活動先？所以劍道嘅靛藍唔係傳統咁簡單，就係承載咗幾百年嘅文化、實用智慧嘅結晶。而藍染唔係因為劍道而存在，藍染本身就有上千年歷史嘅傳統技藝，遠遠喺劍道出現之前。我哋而家就嚟睇下藍同藍染嘅故事啦。你知唔知喺自然界，藍色係最罕有嘅顏色？紅色嘅花有紅色嘅色素，綠葉有綠色嘅葉綠素。但係原來好多你覺得係藍色嘅生物，佢哋並冇藍色嘅色素。啲藍色係靠光學折射同身體結構造成嘅。例如藍色蝴蝶翼係由微細嘅鱗片反射光線，造成藍色嘅幻覺。孔雀羽毛嘅藍綠色係靠啲微細結構干涉光波而造成，甚至人類藍色嘅眼睛都係靠虹膜散射光線而睇落係藍色，而唔係因為有藍色嘅色素。即係話只係睇落係藍色，當佢哋結構有所改變，睇落就唔係藍色噶啦。人類亦都唔可以收集呢啲藍色嚟畫畫或者染布，所以藍色顯得珍貴同神秘。科學家估計，自然界入面只有少於1% 嘅物種係有真正嘅藍色色素，例如呢隻橄欖蛱蝶同埋藍色毒箭蛙，就係大自然入面嘅極少數啦。雖然喺大自然好難揾到真正嘅藍色色素，人類依然揾到方法嚟提煉藍色嘅染料。歷史上藍色染料有幾大來源。印度木藍係全球最普遍嘅藍染植物，起源於印度河谷文明。英文 indigo 就有印度嘅意思。indigo 由印度傳入歐洲，係大航海時代重要嘅貿易商品。
歐洲松藍。古代嘅凱爾特戰士就用佢嚟紋身，令自己睇起嚟更可怕。中世紀開始成為歐洲紡織業嘅基石，但到咗大航海時代，來自印度嘅靛藍入口之後，歐洲松藍嘅染業就大受打擊。再加上化學藍嘅興起，而家已經冇咗提煉松藍嘅工業啦。另外，松藍嘅根其實就係中藥入面嘅板藍根，相信大家都聽過啦。東亞鳥藍係曾經遍佈中國、日本、韓國嘅傳統藍染植物。禮記月令就提到，周天子喺春天嗰3個月要着藍色衫。中國亦都有句名言：青出於藍勝於藍，就出自荀子嘅勸學篇。呢句話證明藍染文化喺戰國時期已經植根中國，連荀子都知道喺綠色嘅鳥藍可以提煉出藍色嘅顏料啊！藍染文化亦隨之傳入韓國同埋日本。瑪雅藍，瑪雅人將木藍同一種叫波流石嘅黏土混合，做出一種奇蹟嘅藍色。呢種顏料用喺壁畫同埋陶瓷上面，千年都唔會褪色㗎。現代嘅科學家就算用各種方法糟質佢，佢都頂得順，證明古代文明有其先進之處。而家仲發展出瑪雅紫同埋其他顏色添。當然，除咗靛藍以外，可能你都聽過埃及藍、群青、中國藍等自古以嚟嘅藍色顏料。須知道佢哋係礦物顏料，畫畫就得，染布就未必得啦。咁可以染布嘅藍染又係點樣做出嚟嘅呢？首先，無論係印度木藍、歐洲松藍定係鳥藍，提煉出嚟嘅藍色成分都係靛藍 （indigo），分別只係在於純度同埋啲雜質。而家等我哋分別睇下印度同日本嘅傳統靛藍提煉方法。呢啲人工流程唔知仲可以持續幾多年，有得睇好睇啦。喺印度提煉嘅過程叫做相對簡單啲。首先就要將收割翻嚟嘅木藍浸喺發酵缸入面發酵，發酵咗10至15個鐘頭之後，發酵缸入面嘅黃綠色溶液就會流去另一個缸嗰度打氣。透過人力打氣，黃綠色溶液嘅成分就會氧化並且沉澱成為靛藍啦。呢個步驟需要控制時間同埋溫度，否則靛藍嘅收成就會受到影響。將啲沉澱咗嘅靛藍濕泥收集、煲滾同過濾、風乾，就變成一磚磚嘅靛藍啦。據研究文獻記載，1噸木藍可以收成10公斤嘅靛藍磚。唯一唔明嘅係，哇，點解有咁多烏蠅嘅呢？至於日本好有名嘅亞波藍 RYI 又係點樣嚟嘅呢？聽完你就知道點解我話印度木藍嘅提煉過程相對簡單啲啦。首先，鳥藍收割之後要將啲葉片曬乾，乾咗嘅鳥藍會攤開喺個特製嘅地面上面，經歷一個長時間嘅堆肥式發酵。個特製地面呢會幫手帶走堆肥嘅水分。工匠要持續每幾日就向堆肥灑水，同將啲堆肥翻勻，因為一唔夠水，發酵就會受到影響。而持續嘅翻勻呢，可以令堆肥維持一致嘅濕度同埋溫度。呢段時間嘅堆肥嘅溫度可以達到75度，仲有強烈嘅阿摩尼亞味。咁樣嘅流程要重複18次咁多。之後工匠會將堆肥壓實，並用麻布鋪好，做最後嘅發酵。經過2個星期嘅發酵，就得到呢啲一袋袋嘅 Sukumo 啦。由收割鳥藍曬乾之後開始，都變成 Sukumo，總計成100日咁多，真係好花功夫。但個故事都仲未完，用 Sukumo 去染布一樣有好多工序。嗱，首先靛藍係一種還原染料，靛藍本身唔溶喺水，唔可以直接攞嚟染布。一般嚟講，無論用咩靛藍嘅原料，工匠都會喺染缸加入鹼性嘅物質，例如石灰或者木灰，將靛藍還原成可溶喺水嘅白靛 （Liquid Indigo），所以染缸溶液睇落去就係黃黃地咁嘅色。然後將啲布浸入染缸，吸收白靛。浸完出嚟之後，接觸空氣氧化之後就會變翻靛藍。成個過程要重複幾次，甚至20次，先至可以達到理想嘅藍色。但係如果用 Sukumo 嘅話，工匠會用啲細菌去還原啲靛藍，就係所謂建藍過程。一個個染缸入面養住啲細菌，染缸就好似一個活體咁樣。每日由工匠餵養啲細菌同埋調整酸鹼度，就係咁樣一個藍缸可以用到幾個月咁長嘅時間。而且工匠會透過唔同染缸嘅時間差，
達到唔同深淺嘅藍色，而用唔同嘅染布技巧，仲可以得到唔同嘅圖案添。呢個過程好靠工匠嘅經驗同埋耐性。藍染咗1968年已經被日本政府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。德島縣嘅藍染工坊長年都有為遊客舉辦藍染體驗。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四國遊覽，記得去體驗一下阿波藍嘅藍染文化。最後，我哋嚟睇下天然藍染遇到嘅挑戰——化學藍。19世紀末，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德國嘅化學家 Arthur von Baer 發明咗合成電藍，成本低，產量又高。化學藍純度好高，漂染出嚟嘅成品均勻又標準，又少甩色，好適合大量嘅生產。呢個發明改變咗紡織業，令到天然藍染幾乎完全被取代。歐洲松藍呢，就因此收咗皮啦。印度同日本嘅藍染事業當然都受到好大打擊啦。好彩近年可持續時裝興起，環保受到關注，令到天然藍染開始有啲復興。化學藍嘅生產過程產生嘅廢水帶嚟好多環境污染。相對嚟講，天然藍雖然產量低，但生產過程可持續同埋非常環保。有啲品牌就開始混合天然藍染使用，平衡翻成本同埋環保。而天然藍染因為植物嘅雜質，令啲藍色更有層次感，深淺變化豐富，每塊布都獨一無二。隨住時間嘅褪色變化多端，啲布越用越有味道，就好似有生命咁樣。所以即使大家嘅成分都係電藍，天然藍嘅靈魂，即係佢嘅手工同埋技藝，都係化學藍比唔上嘅。全球化學電藍年產10萬噸，天然電藍只有幾百噸。不過正係因為稀有，先至嚟得珍貴。時裝界於是就興起藍染牛仔褲、鞋同埋袋，成為潮流嘅標誌。隨住將來可能有更多法例限制化學染料嘅污染，天然染料應該仲有一線生機。藍染仲可能結合生物科技，可以提高產量而不失傳統。我哋即管繼續留意住啦。由劍道嘅裝備到藍染嘅歷史同現代復興，藍色唔單止係一種顏色，仲係連結千年文化、科學同人類智慧嘅故事。下次當你着住牛仔褲或者望住你嘅護具嘅時候，不妨停一停，諗下呢一抹藍色背後係有幾多年嘅智慧、挑戰同傳承。多謝大家收睇 Sixth Station。如果你中意呢集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，留言話俾我知你點睇藍色嘅故事啦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